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战区88》，一共3个人物，我选择的是妹子风间真，驾驶的是 F20， 另外还有2个角色，一个是敏奇西蒙，驾驶的是 F14， 最后一个角色呢是格雷格盖茨，驾驶的是 A10。本作其实非常像雌虎战机，有很多小伙伴呢也会把这2个作品拿来比较，其实系统上还是略有区别的。比如说屏幕的左下角是飞机的能量槽，那么雌虎战机的话，当你飞行过程当中，这个能量槽呢是不断的消耗的。本作呢只有受到敌人的攻击，这个能量条才会向下走，所以说难度上感觉本作呢要简单一些。但是雌虎战机的设定呢明显更加的真实。另外武器系统，大家注意屏幕的左上角。最左边的那2个数字，一个4，一个6。6呢代表我现在一共吃到了几个武器点，4呢代表还差几个武器点升级。那我现在呢升到了2级已经，最大是7级。越到后面的级别，需要的武器点越多。第一关说话的功夫已经过关了。第一关的 BOSS 呢是喷火战车，你也可以叫它合金弹头。第一关受伤了，被 BOSS 一个导弹击中了，掉了大概1/5的血吧。第2关是在空中进行作战，看起来是在雷云里边，战场的渲染还是非常到位。那本作的剧情方面，是一个武器商人的组织想要征服世界，这样主人公们所在的特殊飞行中队就去阻止他。听起来啊，这个剧情非常简单，但实际上呢，本作是有动漫作品的。如果当年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，又想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剧情的话，可以看一下它的漫画作品。第2关的流程也不长，其实每关的流程都不长，大概2分钟左右。那如果大家小的时候玩的是美版的话，流程的长度是10关；如果玩的是日版，会多出一个隐藏的关卡，所以说这次我给大家录制呢，就采用了日版的游戏，这样可以很多小伙伴没见过隐藏关卡，带领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一个加分加钱的关卡吧，难度不算高，但是有一个设定非常有趣，到那儿了再给大家介绍。第2关恐怕是快 BOSS 了。这个游戏的敌人其实也非常像雌虎战机，很多飞机都似曾相识。好，这是本关的 BOSS 了，我只能说它非常的像 B2， 但是神奇的是它会发射对空的导弹。好了，打完这关赏金才给了5万块钱 BOSS。过关之后呢，就会进入商店系统。在商店里呢，咱们可以买副武器，可以买最大能量条，也可以买保护套、保险罩。好吧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成了。那第3关呢是有隐藏道具的，你把所有的树都打了，它后面会给你一个独角兽，这个独角兽呢会加你的保护罩。这个保护罩我要吐槽一下。它有2种，那它的耐久是不同的，贵的那个比较厚，可以抵御更多的伤害，便宜的那个呢又比较薄。这个设定啊，我感觉就是没有了解用户的需求。大家想一下，薄的应该更贵呀，是吧？这个你想吧，你自己琢磨。本关应该还有一个道具，那个道具我大概是吃不到了，它是在 BOSS 身后。我应该是没有飞到那儿就已经把 BOSS 打爆了。打完这一关就有几率进入隐藏关卡了。空中的这个悬浮雷真的是讨厌啊，我还打不爆它。好，捡到了独角兽，这就是咱们的防护罩了。我这么一会儿呢，给它起了4、5个名字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就好。刚才捡到之后上来就挨了一发，
被射了一次。便宜的大概可以射3次，又挨了一发，已经红了。第3关的 BOSS 呢是一个森林要塞，就是打很多炮台了。在这里我买副武器就是为了早点把它秒掉。日版毕竟多了一个隐藏关卡，它的经济上比美版要富裕一点，但本作的道具真的是贵啊。好，这就是隐藏的关卡了。说的是有一个民航客机被安装了炸弹，咱们呢要去拆除炸弹。这个炸弹是吸附式的，它吸在客机的外壳上，咱们打这个炸弹就能把它打下来。但是啊，大家注意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你看啊，我打这个飞机的话，我自己掉血，这多神奇啊！一共3个炸弹，拆完了就完事儿。好，给了3万块钱。大家回想一下，前面的 B2 才给了5000，所以说本关真的是给钱非常多。好了，第4关。第4关我买了一个副武器，这个副武器80发。我为什么经常买副武器呢？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吧。没见过的小伙伴呢，可以看一下。打 BOSS 的时候，我应该会大量的射出副武器。第4关呢，也是有隐藏的加分道具的。它的位置呢，在这里，我们捡到它。但给的分不算多。金色的武器点，这个是加4点的。咱们现在已经4级了，还有7点升级。直升飞机能喷火就离谱啊！这个武器是怎么设定的呢？当时开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？没有10年脑血栓啊，它做不出来喷火直升机啊！你要额外的携带很多燃料，然后攻击的距离又非常有限。好的，这是本关的 BOSS， 一辆陆地巡洋舰。大家想没想起合金弹头的那个 BOSS？ 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吧。他就是把航母呢放在了陆地上开了，又给了我一下，是吧？我感觉最后一下我俩是相杀。你看这关的关底啊，他给了8000。之前的那个特殊关卡，竟然给了3万。第5关了，第5关呢，我又买了一个保护罩，因为本关呢，我想和 BOSS 拼命。咱们有了那3万块钱打底，就感觉钱非常够用了，可以买，剁手。本关有隐藏的道具，这个隐藏道具呢是一个副武器，所以说这关我就没买。这个副武器呢就藏在一个岩石里，我不大确定是我打那块岩石它就出，还是需要把之前所有的岩石都打爆。所以说每个岩石我都不放过，一共大概要打接近40个。打完之后呢，也就快 BOSS 了。第5关的 BOSS 是一个运输机，应该是一架鱼鹰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信息，就是本作是有移植版的，它有超人平台的移植版，并且超人平台的移植版呢，系统要比本作要丰富一些，可以在商店里买飞机，这个设定非常神奇。好，我捡到了这个副武器。是分叉的雷电，雷电啊，身体不大好。好，分成3叉。这个雷电可以有效的清理下方的小飞机。打完了，那继续说刚才提到的超人版本的战区88，它和街机版还有一个不同，就是它的节奏
要比街机版慢，毕竟你买一个卡带，你回家了15分钟通关了，你也感觉不大值，对吧？街机版的节奏要更快，大概20分钟出头，每一关的流程2分钟左右。这款游戏我真的要感谢一下当年的那个街机厅的老板，因为他这款游戏的难度调的并不高，应该是一个4级的默认难度，所以说当年我也可以通关。如果调成8级呢，能否通关还未可知了。上方有一个落石块，我就没打，打了的话它就掉下来，比较挡路。这里也有一块，你仔细看呢，能发现它是凸出来的。这里给了一个能量，这个分支呢，咱们走上路的话可以拿到一个分数，但是这里啊，本关我为什么买了保护套呢？因为这里我要撞这些东西。好，然后回来拿上路这个，拿完了之后再回头去撞下路那个，这样呢咱们就升级了。在这里可以把这种武器道具呢拿全，其实不拿呢无所谓，你就晚一点升级呗。但是强迫症啊，你加分道具可以不拿，但是升级道具怎么能不拿？在这儿和 BOSS 拼命了，咱们买了很多的副武器，就在这儿用了。本关的这个 BOSS 就是一个导弹发射台，咱们把这个发射台呢炸掉了。好，一转眼第7关了。其实前面关卡我买东西都挺克制的。为的是到后面的关卡，第9关、第10关难度高的地方，咱们多买一点。这种轰炸机前一关就已经出现了，它呢是我最讨厌的敌人了。你想好好的在地面进行低空飞行都不成，它一炸那一片。武器等级6级了。还需要27点升级，本关看起来是没戏了。那正常呢就是这样。一个金色的，还差15点。后方出现的飞机，咱们就利用这个副武器的跟踪特性把它清掉，不然前后夹击，3个一起来，你真的是顶不住。而且本关的站位呢也要注意一点，后面不仅有小飞机，还会上大的，这大飞机非常讨厌。你还不能在它正后方射它，就要错开一点。战区88的副器的数量要明显大于刺虎战机啊，刺虎战机给的还是太少。哎，这里还给了一个补充副器的道具，是一个弹夹，这样就更多了，可以用的更加肆无忌惮了。第7关的 BOSS 应该是一个轰炸机，所以它有2个护航的飞机。这2个护航的飞机呢不用打，直接清 BOSS 就可以了。第8关，来到了海面。看这回我的副武器啊，100发。后方也会来船，还差7点升级了，这关就能升。
这两个船出现之后呢，你要注意，向上空射击了。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加分道具。潜水艇，这个潜水艇啊，大家想一下，像不像雌虎战机的第6关 BOSS？ 本关的 BOSS 既然是在海面，肯定是一艘战舰了，一辆无敌战舰。好的，升级已经升满了，7级。这种大炮台啊，它是2个炮管的重合的，如果你往高了飞，它呢就会抬起另外一个炮管。好，这里我要把所有的炸弹都扔出去，和他拼命也无所谓。好的，打完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这里不快点打完的话，你的卷轴会向左来，然后再回来，这样比较耽误时间。我撞了一下这个战舰，我竟然掉了1半的血，这个太夸张了。咱们讲道理，我降落好不好啊？第9关了，第9关呢，我买齐了东西，买了副武器，买了能量条，还买了最好的保护罩。这里的无敌位呢需要换，但我换这个位置呢是高位的。其实再往下一点，瞄准它的履带，还有一个低位的安全位，这里要被切换。每个人打 BOSS 呢，站的点都不大一样，这个自己摸索就好。再吃这些道具真的用处不大了，包括分数。那本关呢也有一个隐藏的加分的道具，它就在这个建筑物的后面，这样我就不拿了。已经倒数第2关了。而且本关的难度呢也不算低，我刚刚应该是被火喷到了一下。这里是一个武器的加工厂，超大型的，这些机械臂呢应该正在组装这种地面的航母，一节一节的，这一节武器非常多，我就轰他了。前方不远 ，BOSS 战了，这里还给了一个能量，但是咱们能量是满的呀，咱们的保护罩还在。第9关的 BOSS 一个巨大的炮塔，带着保险罩呢，受弹的面积比较大。摘了之后呢，就可以爽快的和 BOSS 对射了。好的，打完。咱们有14万、15万2，那够了。买最好的。这关 BOSS 给我的感觉和《雌虎战机》最后一关的设计理念也非常像，就是超大的 BOSS， 一个空中堡垒。也是要分批分次，一点一点的把它所有炮台都清掉。发射导弹的这4个小发射口也能够打爆的，但是不清也可以，我就不打它了。打它的话，恐怕我这个保险罩啊保不住。这里咱们还要掉一下头。
这个屏幕现在展示的画面，大家想一下有没有不大对劲的地方？就是你会发现咱们的飞机是倒着飞的，这是什么高科技啊？能够让飞机倒着飞，十分的神奇。当年啊没有感觉到，现在细思极恐啊！这4个小炮也可以不打，也可以打，我还是选择把这个保护罩留着吧。好，上下前都已经拆完了，现在拆后方。我的副武器也快要扔光了，剩4发了。中间咱们可以进去了，向里面射了。而且现在带着这个保险罩，非常的安全。上面那个助推器呢，一会儿给它也打掉。好的，这里就是核心了。核心呢有4个激光炮，并且上方、下方不断的出小炮。我就知道啊，到这儿，这个保险罩一定是保不住了。那现在呢，咱们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为了。好的，打完，这样通关了啊！这里得的分数真多呀，加分要加半天，这个钱也要加半天啊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战区88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